人生4大乐事中的最后一项，让你体会体会，这就是传说中的万春楼。不如就让本君带你前去一试，我保你喜欢。走，走吧。走。这是什么？这出戏叫《董贤》，讲的是汉哀帝和他的宠臣董贤之间的故事。走。哎呦，公子来了。你这是干什么？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公子，你可真爱说笑。这里当然是戏园呀。燕哥，让爷好好疼疼你。启明，凤凰，你怎么来这儿了？哦，我知道了，你来这儿是不是来找乐子？找什么乐子？我找你。极品，极品，真的是惊为天人呐！你怎么知道他是天人？他知道你是天人。妖怪，妖怪，妖怪啊！妖怪！火神殿下是不是又要为难锦觅啊？本神记得，他已不再欠你任何流利。我也记得和你说过，若你胆敢把手伸向七蜈蚣，我绝不会饶你。锦觅仙子是本神的座上贵宾。颜佑，你做惯了梁上君子，怎么这回连润玉的贵宾都窃走了？你让本神情何以堪呢？不知道是我颜佑面子大，还是这颗小葡萄的面子大。今日得见火神、夜神2位上神聚首，不知道夜神今天来是唱哪一出啊？群英会啊，还是将相和呢？旭凤，你带锦觅仙子先走，我和颜佑君有话要好好聊一聊。狗子，你怎么也到人家来了？是不是觉得无聊，来人间逛逛？逛逛？我……哎，你不会要打我吧？打你？那我倒不如打自己呢。小鱼仙过来。来的倒挺快啊。今日得见2位至尊天神，此生足矣。我四处找不到锦觅，没想到是大殿下做的手脚。不知大殿下这么费尽心机的把锦觅的气息隐于市井之中，意欲何为啊？锦觅乃是润玉友人，身陷囹圄，润玉自当竭力相助。人道夜神深居简出，两耳不闻窗外事，没想到竟这般古道热肠。大殿下做了护花使者，却让弟弟我平白担了这罪责。花界的长房主以为是我劫持了锦觅，大闹七蜈蚣。这件事，大殿下可知晓啊？想不到竟闹出了这么大的风波，让长房主误会你，实在是我不好。夜神殿下若真心帮我看护锦觅，亦算是帮了我大忙。谁能料到大殿下造福友人，竟造福到烟花之地了？锦觅先前去戏院，我实在不知，是我疏忽了。长房主又来寻我了，可别让凤凰将我供出去才好。二位聊了这么久，是不是口渴了？我听闻啊，这人间4大乐事是吃喝玩乐。如果您二位口渴的话，我酿了一些桂花酒，不如请二位去尝一尝。吃喝玩乐，哪个叫你的？小仙向2位殿下负荆请罪来了。何罪之有啊？小仙有罪，
小仙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贪那杯中之物，让严右军将灵光公子给带走了。大殿，听说离此处千里之外有座寨子，里面住着一窝山匪，下来一趟不容易，不如我们替天行道，顺手给他端了。甚好。哎，别，那寨子里的一干小匪是小仙凡俗兄弟的曾孙的子弟的第36代子嗣，还望两位殿下高抬贵手啊！啊，渴死我了，给我点水喝。我去就来，马上回来。快点想办法。来，喝酒。你没事吧？快想个办法，把他们灌醉，让我脱身呐！可是那点桂花酿能行吗？开玩笑，那小方子是从九仙身上摸下来的，天子呼来不上船，神仙喝了坠云头。放心，包在我身上。上意。那从明日起，你就去老君的丹房做个起炉烧火的仙士吧。啊，火神殿下，那老君的丹房蒸笼一般，小仙怕热，怕是到时丹丸没熟，小仙倒是被蒸熟了，能不能换个惩戒？换一个啊？好啊，那魔界变成王府，还有一个捉魂的缺，不如你先去顶个几年。谢谢火神殿下恩典，小仙其愿甘愿以及自愿，还是去老君的丹房烧火。那好，明日即刻赴任。是。哎，我也错了。你又错在何处啊？小仙千错万错，实在不该交锦觅赌钱。本身孤陋寡闻，听说有个什么人生4大乐事，但我不知道是什么呀。小仙是白日里喝酒喝傻了，人生4大乐事是琴棋书画呀。口误，纯属口误。如此说来，我们还错怪严右军了。啊，不，小仙千错万错，实在不该将锦觅领去那烟花阿杂之地。二位上神，大人不计小人过，就放了小仙一马吧。还好性根稍稳，没被那浊气给染了。不过话说回来，锦觅仙子这酒酿的倒是甚好。真的吗？如果小鱼仙官喜欢的话，我就将酿酒的秘诀传授给你吧。那就这么说定了。待那昙花盛开之日，润玉一定扫街以待，恭候锦觅仙子上门赐教。好，一言为定。兄长，你我2人好久没有像现在一样坐下来饮酒了，来。是啊，以前我们还能时常一起共饮，如今各有政务在身，确实少有交杯换盏的机会了。你们酒是不是快没了？我去给你们拿酒啊。兄长似乎对锦觅很是上心呢。火神，此话怎讲？锦觅非你我所能期望。来了，今日让我们一醉方休。来。哎，这酒喝最大，你别喝了。没事的，凡人都知道，酒逢知己千杯少嘛。来，喝吧。嘿嘿，来干！醉了。醉了。好，那我们2个喝，我们2个继续喝。
啊，没酒了。你也醉了？我当然不会醉啊，我是千杯不醉。你怎么还不醉啊？凤凰，凤凰，你，喂，谁给我松绑啊？有没有人性啊？喂，啊！凤凰，嗯，哼，哼，何方小妖？凤凰，是我啊。你还记不记得，你欠我1000年灵力呢？既然你不反对的话，就说明默认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那我自己来取啦。我取了啊。死凤凰，喝了这么多酒，还护着灵力不给我。算了算了，36级走为上。景月，我正准备去给你做鲜花饼呢。不用了，我不饿。既然你不饿的话，你是不是该将欠我的灵力还给我了？对啊，我欠你多少来着1000年。好，你过来。等一下，凤凰，你我的灵缘相冲，如果这么多的灵力一下子给我，会不会反噬到我啊？这水灵珠会缓解我灵力中的火性。那就好，那就好。啊，你实在是太有心了。凤凰这纯净的灵力，果然与众不同。哎，凤凰，凤凰，难不成是要与我灵修？今天什么好日子啊？这么多灵力等着我。狐狸仙的图册上倒是画了不少灵修的法门。哎，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当初怎么没好好看看呢？哎。戏园子里那肉墩子男是怎么做来着？灵芝，让爷好好疼疼你。阿凤，让爷好好疼疼你吧。你就算是叫也没有用的。阿凤，你就从了爷吧。
风轻轻吹散，天地分开，相隔万丈。那又能怎么样？月光连接了思量。错了，全都错了。什么错了？我知道你对我的敬意，我又何尝不是呢？但造化弄人，纲常难容。若你我非要执意在一起，必遭天谴，灰飞烟灭。会飞就会飞吧，湮灭就湮灭吧，好困啊。良辰美景奈何天。你怎么还在这吊着呢？我什么不是糊涂了？你们谁也没给我来松绑啊！殿下，准备什么时候放我下来啊？你就在这儿吊着吧。放着闺中如花美眷不报，偏跑这儿来虚度似水流年，他长吁短叹，真是暴殄天物，辜负春宵。自己做贼，看谁都像贼。我问你，你为什么阴魂不散，痴缠锦觅？羡慕吗？嫉妒吗？好奇吗？想知道我和锦觅那段旧情吗？想知道的话，你先放我下来，我就告诉你。你如此关心锦觅，你难道就不想知道他为何对灵力如此执着？哎呦，还好脸没事儿，否则六界女子真要抱憾终身了。倘有半句虚言，我让你终身抱不得女子。小孩有娘，说来话长。救你了，大神仙，你是来救我的朋友肉肉的吗？没事了，大神仙来救你了，肉肉。
你的朋友刚才被穷奇的温针所伤，又被他震碎了心脉。我的灵力有限，恐怕……不可能的，你怎么会灵力有限呢？你肯定是来救我朋友的，你肯定能救他，对不对？你一定能救他的，我的灵力都可以给你，我不要灵力，我死都可以，只要你能救救他，我求求你救救他好不好？万不可，以你的灵力，自身性命都难保，更别说救其他人了。我不要自己的性命，我只要救他。大师姐，我求求你救救他，你救救他吧，你一定能救他的，对吗？我在呢，肉肉。这几千年有你的陪伴，我很开心。若有来生，我们还做朋友。不会的，肉肉，你肯定什么事都没有的。肉肉。你怎么样？生死有命，若有仙缘，你的朋友会再次修炼成形来找你的。那时候的你，不要再让他失望。他对灵力这么渴望，是想尽早还清我的人情，也是一心一意想救活多肉仙子。这个死脑筋，不管我怎么劝，他都执意要还。不过呢，这也正是锦觅的可爱之处，不然我也不会和他成为朋友了。中了穷奇温针，元灵失灭，如何能复生啊？我瞎编的呗。不过就是想让他有个念想，好好活下去。想不到他竟然有如此一段伤心往事，他为什么不跟我提起啊？他这个人呢，有时候没心没肺的，有时候呢，心思比谁都重。以我对他的了解，他应该已经把你当做自己人了，是不忍心你与他一道伤心呢。好，不妨你们春宵苦短，告辞了。锦觅仙子真是有情有义啊！你醒了？夜风一吹，醒了酒。方才你们说的，我都听到了。那你觉得他说的是真是假？姑且信之。这个严佑君不简单啊。是啊。虽说900年前，穷奇被斗母元君封了8成的灵力。但剩下的2成也难逢对手，严佑就能凭一己之力将他驱走。我之前有意试探过他，他的灵力精纯深厚，远在其他11位圣霄仙君之上，不知道是在哪儿修得的。这就奇怪了。方才我与他交手的时候，他没接几招就束手就擒，我还以为他修为平平，难道他保留了大半灵力？莫非他是故意在你面前隐藏实力？不瞒战神，却瞒我一个区区私业之身，确实奇怪。不久之前，他来过我的七梧宫寻找锦觅，似乎疏安地形，
他修的是水系术法，却不惧我为炼化的火性灵力。难道是他？我去把他追回来。我们先别打草惊蛇，他献计在身反而好办。我们先静观其变，看他的背后究竟是何人。这等危险人物，断然不能再让他靠近锦觅仙子。这是我能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了。以后，你要保护好你自己。凤凰，小鱼仙瓜。锦觅仙子昨日睡得可好啊？很好。不知昨晚的桂花酿是不是让小鱼仙瓜上了头啊？锦觅仙子佳酿纯而不烈，正是上品。只可惜，润玉素来酒量低浅，倒是叫锦觅仙子笑话了。锦觅仙子来的正是时候，润玉正好把你我上次未尽残局摆好，不如趁此间成功正好，将其一了。也好，也好。对了，小鱼仙瓜，凤凰去哪儿了？母神寿辰在即，润玉寅时下之时，看见旭凤匆匆离开，估计是回天界拜谒母神去了。锦觅仙子这发簪，倒是别致得很。不过是随手捡来的。如果小鱼仙瓜喜欢的话，大家都是朋友嘛，我可以送给你的。润玉倒是认为，这凤翎耀眼了些，不如锦觅仙子平日里别的葡萄藤风雅。真是知己啊！我也觉得葡萄藤好看，古典中透着朴素，低调中又有华丽的感觉。如果小鱼仙瓜喜欢的话，送给你姐吧。荣幸之至。承让承让。不如这样吧，我请小鱼仙瓜去吃早点怎么样？我昨天赢的都是黄白之物，听说在人间很有用的，吃穿用度都可以用得上，还可以买官爵，据说还可以买孩子跟老婆。哦，对，我都忘了，小鱼仙瓜已经是定亲之人了，不然倒是可以买几个老婆送你。唉，可惜啦。多谢锦觅仙子好意，这早点甚好，只是老婆就算了。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变。咦，果然灵验。变包子，变包子，变。变包子，变包子，变包子。想不到这包子竟然变成了冰雹。
完全被我的法术震撼到了。土地仙可还有事？小仙见过夜神殿下，小仙近日要去老君府上复命，临行前，特来向2位殿下和灵光公子辞别。不巧，却不见火神殿下和灵光公子，不知这位……天后寿宴在即，诛仙朝拜。若是土地仙现在赶去，或许还能赶上宴前大赦。谢谢夜神殿下指点。夜神殿下果如传言，是位鼎鼎人善的仙上啊！你不必谢我。那至于这位仙姑，想必今日日头大了些，照得人晃眼。对，小仙老眼昏花，什么都没瞧见，是什么都没瞧见。要是没什么事儿，小仙就告退了。去吧。小仙告退。小鱼仙瓜，今日是天后娘娘的寿宴，你不用一起去吗？不急，现在离寿宴开席其实还早着呢。再说了，这天上地下东南西北8方神仙7只100千，少我一个也不是什么大事。可是，一早凤凰去拜谒天后娘娘啦。如果你不去的话，天后娘娘难道不会生气吗？我与旭凤不同，若是我一早就前去拜谒，天后怕是反倒要平添些干货。这又是什么道理啊？润玉并非天后嫡出。润玉生母并未更妃，听说只是一个得道精灵，再平凡不过。即便是再平凡不过，也一如这凡尘之中碌碌众生，难逃一死。润玉并无儿时记忆，也不知道生母到底是谁，只知道生母去世之后，我便由天后娘娘收养。本来早些年间，我还能与母神和睦相处，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天后却越来越担心我会与旭凤争宠夺嫡，所以我与天后便日渐疏远。不知锦觅仙子的父母是何方先生？听老胡说，我是被长方冢点化的葡萄藤。葡萄藤？可是锦觅仙子方才明明变出了冰雹，召唤出了水系之物。凤凰说了，我的体质适合水养，所以我就修炼水系术法。既然包子变不成，我这个人说话一向算数。我请小玉仙官去吃包子吧。好啊，客官您的包子请慢用。好。小二来屉包子。好嘞，客官您稍等啊。小二，这是什么称呼？我还小3、小4、小5呢。小三，上菜谱。小三，你是有病吧？人家才有吃饭啦！吃饭啊！他们是怎么了？难道是怕我抢他们的先？锦觅仙子，在人间“小三”这词可不能随便这么用。二位，你看吃点什么？人间可真奇怪，这小二就能叫，为什么小三就叫不得啊？迂腐得很啊！煎饼果子，你这也太残忍了吧！锦觅仙子，此果子非彼果子，这其实就是油条，油煎的面团而已。原来是这样啊！吓死我了。那来一份这个，再来2碗豆浆吧。好嘞。锦觅仙子可知，这人间的早点丰富得很，比起天界也毫不逊色，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一会儿要好好尝尝人间的美味。客官，您的蟹黄包子，请慢用。小仙哥，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没关系。小仙瓜，你可真厉害啊！
其实我觉得，小鱼仙官应该出席天后娘娘的寿宴。我知道你们之间关系非常冷淡，可如果你不去的话，那不是雪上加霜吗？我觉得你去了以后，就算天后娘娘会平添肝火，可是对你来说呢，你的礼数已经是做尽了，无愧于心就好了嘛。就像我啊，我跟长房子的关系呢，虽然我怕他，可若是他的寿宴不去，那是万万不可的。锦觅仙子此话说的有理。行，等我们吃完早点，我就返回天界。殿下，你怎么来了？殿下先前不是交代要找一个好看的瓷瓶来收集夜间采集的露水吗？您看这个行不行？其实你不用特意拿给我看，你父亲太次仙人府上的东西，自然都是极好的。还是被你发现了。你还想隐瞒到何时？对了，星辰光华照耀下的露珠极为难得，殿下这3年以来，夜夜守着这星木，采集着露水，肯定是费了很多心血。是送给天后做寿礼吗？走吧。唉，这一个两个都去参加天后娘娘的寿宴了，留下我一个人在这里，实在是太无聊了。早知道我就不让小鱼仙官去了。谁来陪我玩啊？扑哧君，我一猜就是你。我正在去天后寿宴的路上，刚上4重天，就遇到一股强烈的灵力把我给拘来了。说，你的仙术何时精进到这般了？难道是凤凰那1000年灵力的作用？哈，昨晚凭借我的聪明才智，管旭凤要了个大红包。原来如此。不过才半日不见，就兴冲冲的把我召来，是不是像我想的不行啦？不是啊，凤凰跟小鱼仙官去参加天后娘娘的寿宴了，我一个人在这里实在无聊得很。哎，既然你来了，那你留下陪我玩吧。今日可是天界的大日子，众神仙都给天后去贺寿去了，你不想去凑凑热闹吗？想去。不行，我不能去。众仙齐聚，人多口杂的，万一惊动了长房主，那他会把我给捉回去的。但我可是听说啊，这次寿宴，天后给诸位仙家准备的寿桃有几千个之多呢。那些个寿桃，都是10万年桃树灌溉瑶池圣水，3000年才结一次果，不但多汁可口，对助长灵力也是大有裨益的。那你带我去吧。你不怕暴露行踪吗？众仙齐聚，那么多人都在，如果运气好的话，我还能碰到一个上千天的大罗金仙，那肉肉就有救了。再不济还有那些让人灵力大增的食物。扑哧君，你就带我去吧，拜托你了，大家都是朋友嘛。如果你带我去的话，我就远远的看着，好不好？如果你不带我去的话，那我自己也能去。哎，你有我这交情，我就勉为其难吧。二位仙友可有请柬？我是月下仙人的老友，麻烦二位通融一下吧。那就不强了。今日不比往日，天后娘娘寿辰，这南北天门如若无检，一律不得放行。我可是月下仙人的老……居然月下仙人也不管用了，这2个天兵天将简直是板正的麻将牌，一点都不通融。哎，等等，
这玩意儿怎么会在你头上？怎么了？明明有尚方宝剑，非要和他们磨嘴皮子。走。哎，不好意思啊，让一下，让一下。哎，怎么回事啊？萧深多有得罪，请。走。哇，拿着鸡毛当令箭，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原来不是典故。原来凤凰是一只插满令牌的鸟啊！这可是火神的心头宝，自然不能够小觑。收好吧，以后用处大着呢。这么着急便走啊？待母神收验后动身也不迟。我一早收到了父王的飞书，说魔界的几个小城主又开始争夺地盘了，我必须尽快动身平息纷争。方才我已入内向天后娘娘拜过寿了，军情紧急，礼数不周，还望凤兄见谅。那好，一路保重，如需要增援，随时知会我。只是流云上有一事不明，还望凤兄据实以告。但说无妨。凤兄不是寄情于锦觅仙子吗？为何流云听闻穗禾公主将要入主七武宫？我并无心娶妻，大概是母神那边放出的传言吧。流云惭愧，方才还狠狠地腹诽了凤兄，险些把你错怪成了负心薄幸之徒。只是我跟锦觅也是一段不能开花结果的孽缘。美人，你哪里不舒服啊？不知为何，胸口那儿特别难受。胸口难受？哪疼？哎呀，干嘛？疼不疼你？好像没有那么疼了。我疼。不疼，那走吧。哦。咱们这大日子啊，请，你也来了。好香啊！是啊，是啊。是啊。好大。这好热闹啊！哎呀，你久居水境，没见过世面。今日我就带你来开开眼，好不好？走，坐，快坐呀！这么多吃的啊！要不要吃？你吃，我吃这个。那我吃了。哇，大惊小怪，真没见过世面。这个是巫山神女瑶姬。瑶姬先生，你也来了。丰润婀娜，最是妩媚，但她腰有1.8尺。太粗了，手上几根窈窕。喏，这个是香水的女婴。弱智仙仙最惹人怜爱。仙子，没事吧？不过这女仙肉食豆腐渣也不太好啊，还是要有几分英气啊。这个谁啊？雨中豪杰，天海的精卫，一堆小石子儿砸着东海龙王四处搬家。不过他性子太烈，天下几个男的受得了？不知君，你好厉害，你怎么谁都知道？6界美人赏析宝典听说过没有？我编的，厉害吧？不过如今美人势头渐衰，想当年鲜花神子芬，那才叫一个风姿绰约。可惜红颜薄命。2位上神是什么人啊？这位啊是水神，那位啊是风神。哎，真是一对怨偶啊！成亲这么多年，却一直是相敬如宾，至今还无所出呢。我觉得那位水神伯伯长得真有气质啊！哎，你眼光真好。他呀，
可是占据了10几万年6界美男的头把交椅。只是如今美男迟暮啊，当然了，主要是因为我颜佑横空出世，所以才排位有所下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这位水神伯伯就觉得十分的降火驱燥，而且还很亲切呢。亲切？你开玩笑的吧？水神遁世，性情最冷。你要是说降火去燥，可能是有点儿，但亲切可与他相差10万8千里了。除了花界，天后这次寿宴，真的是天上地下一个女仙也不落。莫非是想借此机会将火神殿下的姻缘也一并给结了？哎，仙友，所以今日是给火神殿下选媳妇儿吗？这位仙友一语中的，正是如此。我赌一杯琼洛，精卫公主胜。哎，可是火神殿下好像喜欢男仙，我听说前阵子有位清秀书童，甚得殿下喜欢，谁知用法术化成了女仙，就被火神殿下给弃了。这火神啊，身居高位，看似风光，但其实他的婚嫁大事啊，由不得自己做主，无非是场博弈。天地天后夜神火神到！诸位仙友免礼，都就坐吧。今日寿宴，承蒙诸仙赏脸，蓬荜生辉，本座十分欣慰。好，开宴吧。你才答应过我，不再让他靠近锦鲤，言犹在耳，这算什么？真是怕什么来什么，我去支开他。罢了，母神寿宴不宜生事，先定着吧。这只鸟怎么无缘无故又发作了？难道他发现我旷达1000年灵力的事儿了？去，小鱼仙官。奇怪，怎么连小鱼仙官这么古怪？看来天后这个寿宴实在是难为他了。哎呀，吃东西吧，来，吃东西。蓝军，告知破军行军，增调2排天兵，戍守大殿。是。这位是？他是属仙仙上。属仙？我最害怕鼠了，我不喜欢老鼠。他不是一般的老鼠，他是我们12生肖里的老大哥，才情了得，下得一手好棋。你喜欢的水神遁世期间，从不见旁人，就和他下棋了。是吗？那他还蛮厉害的。润玉恭祝母神福寿绵长。哎，最近夜神倒是越来越简朴了。今天来赴寿宴，只是别了一根藤条做发簪。本座倒是十分欣赏你简朴的个性，可是此物看来像是花界之物。润玉回母神的话，此藤不过是只普通的簪子而已。如此俗物，居然能入夜神之眼。此藤是润玉挚友所赠，意义非凡。白玉螭龙簪、玳瑁翡翠簪、花银鎏金簪，这些或许贵重，但对于润玉来讲，断然比不过这根葡萄藤珍贵。今日是母神大寿，润玉认为
非此堂不配。地道，小鱼仙官这个朋友地道的很嘛。此藤倒也有些趣味，不知我儿的这位挚友，今日可在席间？回复地，润玉之友非仙非神，并不在今日的邀约之列。那是有点可惜了。想来，定是一位方外的高人。下次如有宴席，记得要下张拜帖。谢父帝。小鱼仙官真是机智。不过这天帝好厉害啊，他都没见过我，光凭一根葡萄藤就能看出我的人品。点评到位。这位仙友为何如此无礼？老鼠！干什么？黄黄九重天，何来老鼠？小鼠顽皮，惊扰仙友，冲撞天后，该死该死！你呀！何方神圣，来赴寿宴，竟然用幻术掩盖真身？牧神，香蜜沉沉烬如霜，一部起初因片名太长不被看好，后因演技在线改编精良，而逆袭18年暑假档的黑马玄幻剧。当年看这部剧的人，有的因为主角演技炸裂，有的因为沉溺于小鱼仙官的颜值，而我不是重点。女主锦觅本是花神之女，但因花神为情所困，不想女儿重蹈覆辙，于是使用允丹让锦觅断情绝爱。待我去后，切莫立他为花神，做个逍遥散仙，便是极好。花神死后，花界方主隐瞒了锦觅的身世，一直将她禁在水镜里，不能出去，以至于几百年来，锦觅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果子精，直到遇到一只烧焦的鸟儿。我看到一朵鸟，是一只鸟，是一只一只的。它的花和叶子好硬啊，那是它的羽毛。阴差阳错地救了这只，将自己关起来，每天画各种各样续凤的画像，并且从画册中得知已成为魔尊的续凤状况。之后他还常常输入魔界，躲在暗处偷偷观察续凤，直到他见到续凤用他的真身变出春华秋实的景象，只为取悦穗禾，狠心之下捏碎了真身。当众人知道水神和风神死亡的真相，于是在续凤和穗禾成亲时，将新娘换成了锦觅。穗禾气急败坏，终于说出自己才是真正的凶手，于是被惩罚永世不得踏出魔界，最终被顾城王的2个傻儿子当成了人肉点心。而续凤和锦觅的大婚已成，按魔界的规矩，礼成之后谁都不可以取消。但作为天后的锦觅身处魔界，却成了润玉发兵攻打魔界的借口。2人大战，情急之下，锦觅以身挡住了2人的施法，最终形消神散。而润玉则划清界限，永世不再与魔界相战。续凤辞去了魔尊的身份，一直在世间各处找寻锦觅，最终找到投胎为凡人的锦觅，并直接抢亲。我来了。可是我已经收了相府的聘礼了，这该如何是好呢？那真是可惜了，我还准备了6000年的领地。如此这样，我只好勉为其难了。最后2人甚至生了一个水鸟唐月，阖家团圆。香蜜改编自同名小说，虽说剧中台词都是沿用小说原句，但个人感觉改编胜于小说。小说以第一人称书写，具有很多局限，而且影视化改编以后，吐出允丹以后的锦觅和之前的形象是有出入的。
而并非一路傻白甜到底，最起码形象立住了。润玉慢慢黑化，也因为有过渡，显得流畅自然而不突兀。主演演技不仅在线，而且坚持原声，不用配音也是加分项。当然，改编也是有很多问题的，比如刘英和木子的感情线又多又对剧情无意义，而且剧中回忆情节也是过长过多，注水严重。剧情之中，旭凤虽然喜欢锦觅，但在知道锦觅与自己长兄有婚约的情况下还双休的行为也是令人啧舌。但无论如何，单凭演技让一些粗制滥造的影视剧自惭形秽的资格就已经有了。打破了结界的凤凰以后，锦觅成功逃出水境，随着凤凰一起上了天界，成了他的书童，每天想着300年灵力，100年灵力的大王宗，甚至因为贪恋灵力而吃了朱雀卵，因为只有提高自己的修为，才能救活自己的朋友肉肉。你这小妖，本身体质阴寒，只宜水养，竟不自量食了我灵鸟朱雀之卵。人家是葡萄吗？人家生在土里，人家不是生在水里，人家以为朱雀是猪的亲戚，没想到是火的亲戚。因为带了锁灵簪，别人看不出锦觅的性别，甚至有仙女打算追求锦觅。因为锦觅不识情爱，哪怕做了出格的行为都不自知。二凤，让爷好好等等你吧。你就算是叫也没有用的。二凤，你就疼了爷吧。但旭凤却在其中点点沦陷。锦觅对于情爱也并非没有半点反应，他对旭凤的情谊一点点加深，就会听到霜花碎裂的声音。在天界，锦觅认识了老大不小却黑发童颜的红狐狸月老，温润如玉的美男鱼润玉，更结识了心狠手辣的天后。天后是旭凤的生母，但两个人的性格相去甚远。天后对锦觅的怨怼，在锦觅身份被揭露后更甚。锦觅原来是水神和花神的女儿，当年天帝被花神的美貌倾倒，险些要因为她而废了天后。即便最终花神被天后害死，天后心中仍对她的女儿记恨，甚至想了坏主意，让锦觅下凡做凡人历练，企图在人间让她神魂去灭，在世间永远消失。却不巧旭凤也跟着一起轮回，在凡间两个人的感情不减反增。但回到天界，两个人又要面对另外一个问题，水神和天帝之间有约定，如果水神将来生了女儿，要结为亲家，也就是说锦觅要和润玉成为夫妻，和旭凤只能成为叔嫂。水神本来打算去取消这个约定，但润玉故意利用锦觅不懂感情，引导他说出喜欢自己的话给水神听。水神以为两人两情相悦，不了了之。可锦觅和旭凤已经双修，有了实质的关系，并护送了自己最重要的东西。这是春华秋实，你把它放在你的心口，用灵力催动，便可以画出整个春华秋实的美景。朝春暮秋，可以延续1日呢。为什么只有春华秋实，我还想要你的夏赤冬雪呢？画蛇添足，你是火神，便是夏日赤阳，而我呢，便是冬日霜雪啦。如此，正是4季都齐全了。锦觅的允丹经过凡间的经历，几乎要冲破桎梏，打算去退婚。水神以为锦觅是小孩心性，没有答应。已经黑化且无法容忍未婚妻与旭凤缠绵的润玉，趁着锦觅熟睡，重新将允丹修补好。锦觅又断了念想。而天后当年杀害花神的事东窗事发，加上企图杀害锦觅，于是被关进了炼狱之中。但他仍然不死心，将自己毕生功力传给了自己的侄女，也是心仪旭凤的鸟族首领穗禾。本座已将毕生修为度运，你现有着琉璃净火加持，定要复兴鸟族，助儿旭凤登上帝位。穗禾飞信约见水神，用琉璃净火杀了水神和他现任妻子风神。信上的字句和旭凤的完全一样，会使用琉璃净火的人，天界就只有凤凰和天后。天后被关，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旭凤。因为需要守孝，锦觅和润玉的婚期延后了3年。守孝结束，锦觅见了旭凤，截了一绺头发，让旭凤放在内丹经缘处。
婚礼上是润玉预谋的叛变，旭凤与润玉交战，当琉璃禁火的光辉闪烁，锦觅想起了被杀害的父亲、风神和母亲，拿起了水神用半生修为给他打造的兵器，刺中了旭凤的内丹经原处。旭凤魂魄消散后，锦觅的云丹终于从口中吐出，恢复了情爱。因为悲伤过度昏了过去，天帝因为悲愤过度自毁元神，润玉便顺理成章地成了天帝。锦觅苏醒后，领悟了自己对旭凤的爱，不停地去忘川找寻他的影踪，知道旭凤还留有一丝魂魄在世间，便去找太上老君求取丹药。为了得到炼制丹药的药引玄穹之光，历经艰险去找仙帝力的大哥，甚至用自己的眼中色彩作为交换。从此锦觅眼中只能看到黑白两种颜色，并用自己的身体做容器，承载玄穹之光，导致元气大伤。在魔界，锦觅跟踪穗禾，发现了旭凤尚存一丝的魂魄，喂下丹药，可还没有等到旭凤苏醒，穗禾折返回来，锦觅只能逃走，回到天界。锦觅终于认清了润玉温润如玉表面下内心的阴暗。你利用我不懂情爱之事，用我说出喜欢你的话，你为的就是让爹爹相信我喜欢你，因为你害怕，你怕爹爹撤销我们的婚约，因为你害怕失去爹爹常有力的后盾，你想让爹爹跟你一起对付旭凤，对吗？你任由我出入七武宫，你任由旭凤来看我，你为的仅仅是用我拖住他。你送给我野兽是为了监视我，你早就知道爹爹是为谁所杀，而你不光是一个不齐的高手，你更是一个赌徒。大婚那日，你就下了一个赌注，你赌的就是旭凤会闯进来，你赌的就是我会杀了旭凤，对吗？什么蛇王天君，什么都没有，你只有一个赌注，那个赌注就是我只是你的一个筹码，我只是你的一个筹码而已。你真的太可怕，你是如何做到的？你如此步步为营，分毫不差，你可以让全天下的人皆沦为你的妻子，都被你利用，可是你还让全天下的人都认为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干净、最善良的人。